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，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。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，我们每天都陪伴您。年近60才明白，最大的悲哀不是没钱，而是临近退休却要伺候老人。李大叔58岁，原本期待着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，然而现实总是不尽人意。像许多同龄人一样，他面临着退休金不足的困境，不得不继续工作以维持生活。他曾憧憬着退休后的安逸日子，但家中老母亲的病情让他的计划完全打乱。爸，你该考虑退休了。李大叔的儿子小李关切地说，你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，是时候休息了。李大叔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不行啊，儿子，你知道的，咱们家还有很多开支，再加上你奶奶的医药费，我必须继续工作。就在李大叔计划延迟退休时，老家传来了母亲生病的消息，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小李注意到李大叔脸上的愁容。是你奶奶来的电话。李大叔沉重地说，她生病了，而且情况不太好。他决定回老家探望母亲。在村里的破旧小屋里，他发现母亲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。妈，你怎么不好好吃药？李大叔忧心忡忡地问。老母亲咳嗽着，微弱地说，我听村里人说，那药一吃就停不下来了。我怕。李大叔没有办法，只好将母亲接到城里，并安排他在医院接受治疗。他的妻子小王并不支持这个决定。老公，你真的决定要把婆婆接到我们家吗？老婆不满地问。我们别无选择，老婆，她是我妈，我不能不管。李大叔坚定地回答。在母亲住进他们家后，家庭矛盾开始加剧。小王有睡午觉的习惯，而老母亲坚持要看电视，而小王需要安静休息。你看，他根本就不想我待在这里。老母亲愤怒地指责。妈，别这样。小王也很累。李大叔试图平息局面。小王则气愤地说，你看，都是你妈，我在这家里连个安静的午休都做不到。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，李大叔只好费尽心思，甚至买了一台新的平板电脑给母亲，希望能够让她安静地看戏。然而，这种折中的办法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一天时间不够，老母亲就说不会用电脑，非要看电视。李大叔在家里左右为难，又要应付工作的压力，又要处理家庭纠纷，让他感到身心俱疲。有一天夜间，母亲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，让李大叔不得不在凌晨带她去医院。母亲的突发病情让李大叔焦虑不已。深夜3点多，他匆忙开车带母亲去医院。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李大叔一边开车，一边关切地询问。心口闷，手臂麻木。老母亲微弱地回答。到达医院后，医生立即为老母亲进行了检查。李大叔坐在走廊里，心神不宁，担心母亲的健康，同时也担心第2天的工作。李大叔，你怎么了？一位同事凌晨打来电话，听出了李大叔的声音不对劲。我妈，她突然不舒服，我现在在医院。李大叔答道。那明天你还能来上班吗？这边有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处理。李大叔叹了口气，我尽量，但现在不敢保证。与此同时，在家中，小王烦躁不安。他对李大叔的决定感到不满，同时也担心他的健康。第2天早上，李大叔虽然精疲力尽，还是强迫自己去了工作。在办公室里，他感到身心交瘁，既要应对工作上的压力，又要担心家中的母亲。
这种日复一日的压力，使李大叔深刻体会到了作为中年人的责任和挑战。李大叔在想，真正的孝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照顾，更需要精神上的。80岁父母要来养老，妻子定下4条家规，被丈夫怒斥不孝，2个月丈夫就悔不当初。百善孝为先，当我们的父母到了70多岁以后，尤其是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时，就需要做儿女来照顾了。如何孝顺父母，在照顾好父母晚年的情况下，又要过好自己小家庭，就需要夫妻双方互相理解、包容，甚至要定好家规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在一个家庭里也是这样子。李大爷80多岁的父母要来他家养老，就因为妻子要给父母定下4条家规，被他怒斥为不孝。妻子一怒之下就去了女儿家，李大半年后就认怂了，他才知道妻子的家规很有必要。来自李大爷的讲述：我有弟兄姊妹4个人，我是家里的最小的孩子，父母一直跟着大哥一起生活。老伴55岁刚退休那年，父母提出要来我家养老。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，毕竟父母一直跟着大哥生活，如今也应该自己尽孝心了。我回家和老伴说起这事，老伴很不乐意，说他都计划好了，退休后要出门旅游，辛苦了一辈子也要轻松下。我见老伴态度坚决，想到自己还有1年多才退休，这期间都需要老伴照顾父母，也就没有强求，说老伴先休息1个月，出去散散心，我再接父母过来。老伴没有明确表态，就跟着旅游团出去玩了。等到1个月后，我没和老伴商量，就把父母接了过来。我觉得老伴平日里也是好脾气的，我先斩后奏，他也话说了。果然，老伴看到我把父母接过来，虽然不高兴，还是很给我面子。他给父母收拾了房间，每天也照顾父母吃喝。半个月后的一天，吃完晚饭，老伴把我和父母叫在客厅，说要和我们商量下养老的问题。老伴说，年轻时候我父母没有帮我们带过孩子，也没有在生活上帮过我们1分钱，如今要来养老，也是我应该尽的责任。他作为我的妻子，只有帮忙的义务。为了避免生活中出现不愉快，这几天他经过反复思考，定了4条家规，希望我们都能遵守。老伴拿出一张纸，把4条家规念给我们听。1. 赡养父母不是一个子女的事情，需要家里其他3个哥哥姐姐一起承担。2. 赡养父母要明算账，亲兄弟明算账，父母哪个儿女家生活，就要把退休工资交给哪个儿女保管，用来生活。父母生病后，先用父母的存款，如果钱不够用，要由所有的儿女均摊。3. 赡养父母，做父母的要明事理，学会闭嘴，不能倚老卖老，在家里对子女指手画脚，不能掺和儿女夫妻间的生活。4. 赡养父母，父母要尊重儿女的生活习惯，不能自作主张把其他子女或者亲戚叫过来做客，要想做客，也要征得儿女的同意才行。老伴很严肃地说，如果我父母做不到这4条，那就不能留在我家里养老。父母听了这4条家规后，脸色当即就不好了，尤其是我父亲，脸色更是黑得可怕。母亲在家里强势惯了，即使已经80岁多岁了，依然在家说1不2。我们兄妹4人对母亲心里都有着惧怕。母亲气哼哼地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家，你一个外人说了不算，在你大哥家就是什么事都听我的，你想给我们立规矩，门都没有。母亲说完这话，就瞪着我说，你是要你爹妈，还是要你老婆？我听了妻子的话，虽然心里觉得有点有道理，可是看到母亲怒气冲冲的样子，心里突然就泄了气。我指着老伴说，孝顺父母就是要顺着父母才是孝，
你别说那么多废话，你就好好伺候我父母就行了。母亲听了我的话，一脸得意地看着我老伴，说：听见我儿子说什么了吧？你如果不同意，你就走吧。老伴听了母亲的话，起身就进了卧室，收拾了衣物就要走。我想要拉住老伴，却被母亲制止了。老伴走到门口，看见我站着不动，扭头就走了。第二天，女儿给我打电话说老伴去了她那里。女儿说老伴要在她那里住几天，让我放心。看来老伴没有告诉她家里的事，我也懒得解释。父母住在家里后，我就开启了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父母的生活模式。父母卫生习惯不好，不习惯天天洗澡，老人年纪大了一身的老人味，尤其是被褥很快就一股难闻的味道。重要的是，母亲每个月让我给她1000块钱，我问她要钱干什么，母亲就说这是养老钱，是应该给她的。我说我收入也不高，还有房贷没还完，父母需要买啥我给买，这1000块钱我实在也拿不出来。这以后母亲看见我就骂我白眼狼，说我没亲情。母亲开始和父亲在小区的垃圾桶里捡废品，堆在家里，说要给自己攒养老钱。有一天我在楼下遇见邻居，邻居别有含义地劝我要孝敬老人，不能苛待老人。我一头雾水，在我的追问下才知道，我父母在小区里逢人就说我不孝顺，不给他们零花钱，他们一把年纪了还要捡破烂生活。我回家让父母不要再捡废品，也不要和邻居们瞎说，免得影响我的形象。母亲说那就必须每月给他1000块钱。我无奈之下给大哥打电话，想让大哥劝母亲，结果大哥苦笑说，就母亲在他家也是因为这1000块钱和大嫂闹了矛盾才要来我家住的。大哥说母亲要钱是为了二哥家的孙子，我那侄子正在念高中，辅导班的费用特别贵，母亲就觉得应该我们都帮他。我觉得这是二哥自己的事，我没义务帮侄子交学费，结果被母亲大骂一顿，说我没有兄弟情，太抠门。因为我还要上班，只能给父母做早饭和晚饭，午饭需要父母自己做。母亲就很不高兴，让我把老伴叫回家伺候他们。母亲说，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，你老婆就是被你惯的，她不听话，你就应该把她打一顿。母亲还骂我闺女不太懂事，说嫁出去的闺女就是外向，不知道把老伴送回来伺候她，还说我闺女也应该回家伺候他们。因为外孙刚1岁，女儿自己的小家庭就够忙的，我又怎么能把她叫回家伺候父母呢？母亲又骂我无能，连老婆孩子也管不住。原本我和老伴2个人的日子过得清静而安稳，自从父母来了以后，我每天都不想回家了，因为回家就要听母亲的责骂和抱怨，毕竟我也是50多岁做外公的人了，天天被骂也心里不舒服。这天下班我刚进家门就惊呆了，家里乌泱泱的一堆人，仔细一看是我的2个舅舅带着孙辈来家里了。我问母亲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，让我也有个准备，母亲却说，我在自己儿子家叫自己兄弟来吃饭，还要和你汇报。随后母亲让我做饭招呼客人，可是我上了一天班，腰酸背疼，哪有精力炒菜做饭招待这么多人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带着父母和李2个舅舅、舅妈以及他们的孙子们去楼下饭店吃饭。母亲很大方地让2个舅舅点菜，舅舅们也不客气，把店家的招牌菜全点齐了，还要了好烟好酒。结账时2个舅舅各自要了2条烟，结账时我傻眼了，一顿饭花了2000多。平日里都是老伴管着家里的钱，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钱。尴尬之下，我悄悄给女儿打了电话，让女儿给我转3000块钱救急。我以为舅舅们吃完饭就回去了，
结果母亲说天晚了就留舅舅们在我家住下，我只好又给舅舅收拾房间。舅舅家的2个孙子又因为抢玩具在家里打起来，两孩子哭得震天响，让我心里烦不胜烦。2个孩子看好了我女儿的手办，非要拿走，我知道那是我女儿最喜欢的，就拒绝了。舅妈就说我小气，说我女儿都是当妈的人了，还那么幼稚玩小孩子玩具。我正要反驳，母亲却把女儿的手办塞给舅舅家的孙子，让他们拿回家玩。我不好意思再要回来，可是心里也确实觉得难以和女儿解释。这时我想起了老伴定的那4条家规，如果我当初听了老伴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现在这些糟心事了呢？我想着明天是不是要去女儿家把老伴接回来呢？赡养父母、孝顺父母是对的，但是如何尽孝需要有个规则，尤其是和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更要定好规矩，双反都方便。一家人之间也需要一个规则，需要有个边界。儿女需要孝顺，如何养老，绕不过去的话题。养老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。除了政府兜底的特困供养人员和部分经济能力较好的人外，处在中间的大部分市民的养老服务，需要根据老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。近日，记者连续1周时间走访了多位市民和兰州几家养老机构，就养老这一话题进行了调查。养老院去还是不去？一面是工作忙碌无暇照顾老人的现实，一面是难以割舍的亲情。面对年老的父母，你想好怎样给他们养老了吗？到底送不送他们去养老院？如何养老？这是当下大多数人纠结而又不得不直面的问题。家住城关区的刘先生最近有些纠结，年逾古稀的母亲前些日子在家摔了一跤后，被邻居送到兰大2院救治，幸好伤势不重，治疗1周后回家休养。就老人的养老问题，刘先生和在南京上班的妹妹没少费脑筋。接到身边吧，由于工作忙，隔3差5出差，甚至1、2个月都不着家。雇保姆吧，已经换了好几个，3天2头请假，要求涨工资，也闹心得很。刘先生夫妇和妹妹商量后，打算送老人去养老院。谁知老人一听大为光火，养你们这么大，现在你们倒嫌我累赘了。老人大骂儿女不孝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就不离开这个家。原来老人觉得去养老院会被人说子女不孝，没面子，同时还担心在陌生环境住不习惯。这让刘先生左右为难，父亲去世早，母亲含辛茹苦将他们兄妹抚养成人，省吃俭用供他们上了大学，如今却将老人送去养老院，觉得自己太无情了。再说他也担心背上不孝的骂名。同样的问题也困惑着周女士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和上高中的孙女住在一起，但今年孙女要去外地上大学，老人独居在家，怎能放心？周女士本身与母亲分开住，又频频出差，看着母亲身体日渐消瘦，动辄还卧病在床，自己又无法尽孝，周女士很难过。送去养老院吧，觉得不忍心；不送吧，母亲年纪大了，一个人住让人很不放心。她试着和母亲提起养老院的话题，谁知老人听后也不表态，整日睡在床上唉声叹气。周女士猜出老人的心思，除了舍不得钱外，性格内向的老人还担心去养老院会受罪，因此宁可在家独守空巢，也不愿去养老院。观念在变，养老模式多元化。如何养老，不仅是老人所面临的抉择，也是今天你我必须关注的问题。相比南方城市，兰州养老机构起步较晚，发展缓慢，人们的观念
也在转变过程中。76岁的朱奶奶是原甘肃省商业厅退休干部，老人身体健康，精神也不错。他已经考察过兰州好几家养老院了，房子给小儿子住，小两口待我还算不错，但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我看不惯，不想和他们一起住了。朱奶奶说，等孙女今年秋季上初中了，她就去住养老院。朱奶奶想住养老院的想法，得到了几个子女的赞成。记者采访发现，很多老人的养老观念正在转变。有些老年人因为不了解养老院生活模式，还有惧怕心理，而了解的老人觉得住养老院清静自由，还不给子女增加负担。调查显示，养老方式如今为9073模式，90%的居民选择居家养老，7%的居民选择社区养老，3%的居民则选择机构养老。兰州市民政局扶持处处长张祥义向记者介绍，目前兰州养老机构入住的老人大致分为3种情况：因为身体、年龄、疾病等原因不得不去养老院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占50-60%，属于被动型；20-30%的属于子女不在身边，有的老两口都有退休工资，住房给子女后，老人选择去养老院，也有与子女性格不合等原因选择住养老院的，还有10%-20%的属于主动改善型，他们经济条件好，思想解放，选择住养老院。如何养老，你我终将要面对。随着80后、90后等独生子女一代成家立业，有祖父母、外祖父母4人，父母2人和一个独生子女所构成的金字塔型的家庭逐渐增多。这种4-2-1家庭模式，让2个劳动力赡养4个老人和1个孩子的现实困扰着年轻人，尤其这代人的爷爷奶奶，如今都已是耄耋之年，他们的养老问题尤为迫切，已成为众多家庭的两难抉择。目前养老模式分为居家养老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3种模式。当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时，就需要去养老机构集中养老了。据了解，兰州市目前有26家养老机构，公办11家，民办15家，有床位4000张左右。县区自办的农村敬老中心有11家。养老问题并非单纯的老人吃喝拉撒问题，更主要的是带病养老。一方面，医疗机构承担着繁重的诊疗任务，无法满足老年人长期住院进行治疗、康复和生活养护的需求；另一方面，养老机构大多功能单一，不具备后续医疗和康复服务能力，因此这一部分老年人急需养老和康复医学相结合的康复型养老服务。为了解决此问题，去年兰州市增加了甘肃省第2人民医院、甘肃省第3人民医院、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、康乐颐养院等4家医养结合机构，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提供社区和居家无法满足的养老服务。近几年，兰州市虚拟养老院在一定程度上为居家养老解决了部分问题。目前，兰州市第2社会福利院、第3社会福利院也正在积极筹建之中。按要求，兰州市3县5区都要有一所自己的综合福利机构。对社会力量办养老机构，政府也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，如床位补贴、运营补贴、机构责任保险等等，对于愿意从事的养老机构、投资主体给予有限的补偿鼓励。这些消息对于促进目前养老机构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。住养老院，老人心态不一样。同住一家养老院，老人们的心态却大不同。今年3月份，
81岁的张其珍老人被女儿送进养老院，但2个月来，张其珍整日郁郁寡欢，十分消沉，夜深人静也不上床，独自站在窗前发呆。我知道老人心里有包袱，还在生女儿的气。护工张兰试图打开老人的心结：“阿姨，你就把我当你的女儿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”老奶奶听后摇摇头，眼泪唰地流了下来。经过张兰2个月的悉心照料，老人这些日子好多了，也开始吃东西了，偶尔还想到院子里转转。张其珍有2个女儿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江西。2个女儿，一个刚退休，但又要照顾孙子，另一个工作很忙。老人也曾投奔女儿，但终究还是被女儿送回来住进了养老院。张奶奶从兰州一家汽车运输企业退休，工资也不高，观念至今也没转变过来，始终觉得女儿对她不孝，才送养老院的。这2个多月，张奶奶赌气不接女儿电话，更不愿主动给女儿打电话。78岁的黄淑兰和82岁的老伴住养老院，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到底这里方便吗？不然我一个人在家顾不过来，雇保姆还淘气。黄奶奶说，住养老院后让她省心不少。黄奶奶和老伴都是1958年支援大西北时来兰的，老伴是武汉人，他是上海人。从企业退休的他们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足以保障老2口的晚年生活了。2个女儿，一个在敦煌从事文物保护工作，另一个在武汉从事外贸代理工作。去年，黄奶奶103岁的母亲在上海去世，她和老伴回上海照顾了老太太10个月。随后，老伴也在上海做了前列腺肿瘤手术，回到兰州。由于老伴生活不能完全自理，黄奶奶身体也不好，他们考察了几家养老院后，住进了七里河区爱心托老所。女儿工作太忙，没法照顾我们住在家里，他们也不放心，还不如住这里的好。黄奶奶说，她已经委托女儿将她的房产卖掉，用于养老，卖房的钱加上2个女儿的贴补，他们的晚年生活足够了。在养老院，每次子女来探望后，一些老人总会眉飞色舞地炫耀好几天。大多数子女都选择周末探望老人，也有一部分1-2个月甚至半年来一次的。当然，也不乏甩老族，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后，便再也不闻不问了，养老院打电话也不接。82岁的汪少兰在养老院住了4个多月，护理员给他介绍记者采访时，老人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连连拍手叫好：“太好了，赶紧坐下，我们聊聊天。”去年一次回家看到老母亲身上生了褥疮，几个女儿也不好抱怨弟弟和弟妹，商量后4个女儿出钱将老人送进了养老院。不是儿子不孝顺，儿子儿媳照顾起来毕竟没那么细心。我们发现到养老院后，护工们照顾得蛮好，如今老人褥疮没了，身体也好多了。选择住养老院是罗奶奶自己选择的养老方式，她的几个子女都非常孝顺，几乎每隔2天就有子女来看望她，每次都带着大包小包好吃的，她自己吃不完，冰箱放不下，她便站在2楼窗口招手，送给院子里的其他老人。当听到对方说谢谢时，老奶奶也开心极了。养老院，一个热闹的大家庭。在养老院里，大多数老人共同的娱乐方式就是散步，当然也有比拼才艺的，有些老人喜欢琴棋书画，独自在房间享受高雅，也有的带着2胡坐在树荫下拉，一些围观的老人会忍不住吼几嗓子秦腔或唱几段京剧，一些老人还在院子里自发组成了演出班子。每天早晨5时许，兰州新阳光老年公寓几个勤快的老人就起床了，他们在院子里放开嗓子唱歌、打太极、
跑步。公寓场地大，人多，很热闹。8时许，护理人员送来早餐，老人们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用早餐。用过早餐后，好动的老人继续出去走动，喜欢学习的就看书、报纸。12时许午饭过后，老人们开始睡午觉。下午20时许起床，三三两两又坐在树荫下奈凉聊天，有打牌的，也有弹琴下棋的。年轻时候的共同经历，让一些老人聊成了好友。采访中，护理员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养老院里住着一位年逾花甲的阿姨，颜值依然很高，平时很少说话，为人热情。一位对面房间住的大叔每天都过来跟他借针线，谎称自己的衣服破了。一开始热心的阿姨说要给帮忙缝上，但大叔谢绝了。后来这位大叔天天都来借，阿姨觉得奇怪，最后才闹明白，原来大叔喜欢上了他，借针线是假，制造机会与他聊天才是真。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一位70岁老人的做法，聪明又有效。现在的年轻人一心想着怎么痛快的花钱，而老年人则只想着怎么安全的存钱，怎么安全的把钱保管得更好。那么老人的钱要怎么保管既安全又合适呢？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一位70岁老人的做法，聪明又有效。很多老人都选择自己来保管，而有些老人则因为种种原因，觉得自己保管不安全，想着交给儿女来保管，毕竟除了老伴，儿女就是自己最信任的人。可是，如果钱一旦落入儿女的口袋，就变成了儿女的钱，那么这种保管就变得既不安全又不合适了。一位70岁的退休老人就通过自己的智慧，为自己的养老钱找到了既安全又合适的保管方法。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一位70岁老人的做法，聪明又有效。讲述人：70岁的赵奶奶。我今年70岁，5年前老伴因为脑溢血离开了。我和老伴感情很好，老伴是个操心的命，家里大事小事他都管着，而我就比较心宽，也乐得偷懒，平时就是一个不管事的人，特别是家里的钱财，一点都没有上过心。老伴走得突然，中午的时候我们还在说笑，晚上就离开了。幸运的是，老伴没有受什么苦，因为老伴没有来得及交代什么事情，所以当我看着存折里的100万存款时，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有2个女儿，都已经成家了，大女儿聪明伶俐，小女儿乖巧听话，2个女儿也都比较孝顺。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一位70岁老人的做法，聪明又有效。老伴走后我很伤心，多亏了女儿们一直陪伴着。在女儿们的慰藉下，我也想开了，我们老人迟早都要面临这一天，只不过是早晚的事，就当老伴是先去探探路。女儿们想接我过去一起住，但我都婉拒了。一是我不想离开和老伴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，觉得这才是自己的家；二是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太热闹，比较喜静。我很清楚自己的毛病，总是丢三落四，所以家里的钱都是老伴在保管，我也很放心。再说现在外面骗子又多，特别是针对我这种单身老人的骗局真是防不胜防，所以这笔钱我总觉得放在自己这里保管不安全，就想着是不是应该给2个女儿保管。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一位70岁老人的做法，聪明又有效。但是老伴在时又再三嘱咐过，我们的钱不要告诉女儿们，我们自己保管着，这样用钱时也方便，万一我们都给了女儿，用钱时女儿不给我们怎么办？为这事我为难了好一阵，
到底要不要给女儿来保管呢？左思右想，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法子。我将2个女儿叫过来，拿出20万元，说这是我和老伴一辈子的积蓄，给他们1人10万保管，并嘱咐他们，这钱他们不能动，要等我生病或者其他急事时才能动用的。2个女儿也都答应了。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一位70岁老人的做法，聪明又有效。在这之后，小女儿知道我把钱都给了他们，担心我身上没钱用，就时不时的给我零用钱，节假日还会给我发红包。她让我过日子不要过得太节省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值。而大女儿除了平时来看我，买点吃的用的，就什么都没有表示过。1年以后，我又将2个女儿叫了过来。我说自己打算去养老院，让他们把20万给我。2个女儿劝说我不要去，他们可以给我养老，但我还是坚决要去。小女儿见我是真的想去养老院，便不再劝说，拿出了10万给我。但是大女儿却拿不出钱来，她说他们看上了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，手头刚好有点紧，就先用这钱给我的外孙交了学费。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一位70岁老人的做法，聪明又有效。2个女儿对金钱截然不同的态度，让我有了准确的判断，并最终下定了决心，将我的积蓄交给小女儿保管。我信任小女儿，认为把钱交给她，我才能放心。我告诉她自己并不是真的要去养老院，只是试探他们，希望女儿不要介意。小女儿表示能理解。同时我也将那10万给了小女儿，既然大女儿的钱已经拿不回来了，也不能亏待了小女儿。而大女儿我则什么都没说。而事实是，小女儿也信守承诺，做到了让我放心。我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小女儿就会毫不犹豫地把钱给我，而且她每年都会把存款的利息给我，我也没有留着。我每个月都有退休金，平时也不缺钱花，就把利息都平分给了他们姐俩，用于贴补家用。2个女儿有了这笔钱，也很高兴。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一位70岁老人的做法，聪明又有效。为了避免我100年之后2姐妹为了钱财起冲突，我把钱给小女儿保管的时候，让她写了一个保证，这笔钱只用于我的养老和后事。而且我也早早的就立好了遗嘱，我的房产由2姐妹平分，这笔存款剩下的部分13给大女儿，23给小女儿。这不是我偏心，而是我觉得小女儿这么尽心的保管，这是她应得的。自从小女儿保管养老钱以后，我又回到了以前的日子，不用为钱财而烦忧，我觉得很好。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一位70岁老人的做法，聪明又有效。结束语。那么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呢？我认为老年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，不要墨守成规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因时因人而异的去做。就像这位赵奶奶，对待不孝顺或者不放心的儿女，就最好不要指望，该瞒着的时候就瞒着。对待孝顺或者放心的儿女，就要坦诚，让他们知道你有存款，这样既可以减少儿女的心理压力，不觉得你是负担，又让儿女心中有数，不至于老人走了。76岁老人坦言，晚年只靠存款养老，看似舒心，实则苦不堪言。说人到老年这一话题，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养儿防老。无论是出于对孩子的期许，还是认为这一观念靠得住，坚信子女才是老人的依靠和归宿，然而现实生活又经常是养老防儿，似乎晚年的安全感皆来自手头的这点存款，不一定是亲近的子女。诚然，有些子女不是不愿意孝顺老人，而是连各自的生活都应接不暇，
实在有心无力，所以有钱花有房子住，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能自食其力，自己不受罪，更不用依附于子女。毕竟年龄大了，难免会冒出一些小灾小难，腿脚不如以前年轻时利索，反应大不如从前，不管是看病就医，还是请保姆照顾，乃至住进养老院，都少不了金钱的支持。网友徐大爷有4个子女，按说轮流养老也不失为一件美事，然而就是因为孝顺和钱的事儿，和他们闹得很不愉快。他说，我有钱有房，却住进了养老院，看似舒心，实则苦不堪言。为啥这样一位有价值的老人会过得不如意？来看看他的故事。自述人徐大爷，我今年76岁，和老伴过了大半辈子的农耕生活，农忙时务农，农闲时进城搞点小副业，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挣双薪吧，攒下了些许家底。先后在县城买了2套房，后来老家的地被征收了，得了80多万补偿款，如今老伴不在了，儿女们也已成家立业，我每个月4000出头的退休金也足够开销了。这样的条件虽然和大富大贵不搭边，至少不用发愁晚年生活，然而看似过得不孬，其实却憋屈得很。有的朋友可能会说，儿女不用管，自己吃饱全家不饿，就算孩子们不孝顺，大不了请个保姆。可事实上一开始并不这样，其中的弯弯绕还得从我老伴在世的时候说起。想当年我们家也算是儿孙满堂的大家庭，别看平时就我和老伴2个人住，但每逢周末和节假日，4个儿女就会拖家带口回来团聚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邻居们都羡慕坏了。可病来如山倒，老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，让我对2儿2女寒了心。当初被告知手术费要50万左右的时候，我急得像无头苍蝇一样。那时候我才刚办下来退休，平时又没少给儿女们补贴，手头满打满算就20多万，还剩20万左右的缺口。于是我把孩子们召集起来，打算让他们每人出5万，这样既公平，对他们来说又没太大负担，而且合起来刚好够用，先把手术做了，之后要还有花钱的地方，我再想办法。可一提到钱，他们都蔫巴了，纷纷表示手头不宽裕，顶多拿出个1、2万，再多就没招了。我气不过，在医院的走廊对他们发了一通脾气，看我急眼了，他们不再吭声，小女儿劝我卖1套房子，治病的钱就出来了。可问题是，房子不是那么快那么好出手的，何况老伴的手术根本拖不起。好说歹说，他们4个才凑了10多万，等我拉下老脸把钱凑够时，老伴的状态已经没那好了。虽然手术成功，可仅过了小半年的时间，老伴还是撒手离去了。老伴的离世让我受了不小的打击，对儿女们多有怨言，更替老伴觉得不值。他省吃俭用了大半辈子，钱都补贴孩子们了，娶媳妇给买房，嫁出去给买车，生孩子又出钱出力。每次儿女们回家，还少不了一桌子他们喜欢吃的饭菜，临走还给塞钱塞东西，偏偏用到他们的时候，个个一推2、5、6，不把生养他们的老母亲放在心上。为了老伴，我和孩子们翻了脸，他们也减少了回家的次数。这前前后后发生的事让我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子女靠不住，他们有了小家以后，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得失，压根指望不上。鉴于此，我决定不像老伴对他们那么掏心掏肺，也不想再为他们的任何事劳心。既然他们不懂得感恩，我就要为自己的余生做打算。老伴过世的第5年，老家的地被征收了，各项补偿和安置的费用算下来80多万。这一消息被儿女们知道后，一个个都往前凑，生怕少了自己的好处。老伴病危，他们不吭声，
这时候来了劲头，围着我打这笔钱的主意。大儿子想给孙子准备婚房，小儿子想换台车，大闺女说生活压力大，想出去创业，但苦于没有资金，只有小女儿在一旁默不作声。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当初我和老伴没少给他们投资，也没见他们怎么孝顺。如今我老了，过好过孬更是他们自己的事。我深知钱在我手里，他们会对我多一些敬畏。一旦把钱交出去，有个大事小情的，连条退路都没有。于是我以养老为由一一拒绝了。那阵子闹得急赤白脸，他们见捞不着好处，又很少回来了。尤其是2个儿子，闹腾了好久。我家这点糟心事很快在亲戚圈里传开了。有的劝我想开点，以后还得指着家里这几个孩子，还有的在背后挤兑我，说我自私，难道给自己留一手有错吗？凭什么他们一句话我就要照办？在那之后，我和孩子们的关系越来越淡了。除了春节，他们基本不回来。不过我更乐得自在，反正手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，养老还得靠自己。等到真走不动了，就往养老院一住，反倒了无牵挂。谁想到一场意外，让我陷入了凄凉的晚景。前年在公园遛弯的时候，脚下一个没留神，从石阶上摔了下来，不但磕破了头，腿也骨折了。当时路过人很多，有个好心人帮忙打了120，并通知了4个子女，一个手机打不通，一个说在外地。小儿子得知我问题不大，称晚点再说，只有小女儿赶了过来。小女儿帮我办好了住院，又交了些费用。小儿子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请了个护工就没影了。住院期间，他们陆续来过几次，出院后他们问都不问，直接把我送回了家。话里话外的意思是，我是要长期休养的，他们可没时间一直守着，所以提前请好了保姆。我想，反正有专人伺候，没什么不好的。然而没过几天，我又闹心了。这保姆照顾人的水平不咋地，脾气还不小，每次提点意见都爱答不理的，有时候出去了都不打声招呼。我和儿子提过好几次，让他们给换个保姆，可他们却嫌我事多，说这年头有人伺候就不错了，别那么大惊小怪，然后就不管我了。一气之下，托朋友问了一家差不多的养老院，让女儿把我送了过去。可住是住进去了，却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好。虽然有称职的护理人员，各方面服务都不差，比在家请保姆好得多，但每逢周末和节假日，看着别人的子女都来看望父母，或是把父母接出去散心，而我只能和几个无儿无女的老人凑在一起过节，心里就特不是滋味。而且我们这个岁数的在一块，讨论的大多都是自家的孩子，有夸儿子出息的，当了多大的领导，有夸女儿孝顺的，虽然工作忙，但经常给他们送这送那，到了我这却想不到任何值得炫耀的。毕竟我这几个孩子都不怎么来看我，白养他们了。先前我冷漠了他们不假，但也是他们有错在先。虽然养老院里吃喝不愁，在外人看来也落得潇洒自在，但我总觉得差那么一点人情味，似乎人老了，光有钱也没用。若和儿女重归于好，既放不下面子，又有担心他们不靠谱。若这样维持现状，一肚子苦水不说，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，总觉得活着没意思。有几个老哥劝我，要是我先把家产分了，怕是连养老院都不一定能住起。手里有钱，晚年才有尊严。真正有心孝顺你的儿女，不在乎你能给什么，而不愿待见你的儿女，再谈亲情都无济于事。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理？有人说养娃是义务，靠娃是错误。虽然听起来酸酸的，但细细想来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老有所依固然称得上是晚年幸福，
但这样的福气不是人人都有的，到头来依靠的只能是自己。如果想要一个舒心的晚年，就要留下3条退路。首先是健康，毫无疑问，它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，尤其到了晚年，更应该把健康放在首位，合理的安排饮食和加强锻炼，才能养好精神头，人越活越筋道。其次是老窝，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，所以人到了岁数，就该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安身之所。早早把房产分给子女，自己却无家可归的案例多的是。要知道，父母的家一定是子女的家，而子女的家却不尽然容得下父母。再者是经济，不能把家底全部交给子女，因为钱永远是晚年的底牌，一旦钱袋子空了，再想管子女要，就未必那么方便了。这样一来，如若子女孝顺，则是锦上添花。71岁老人坦言，人老了才看透，儿子和女儿真的不一样。现如今，大多数父母都不再有重男轻女这一陈旧思想，从小对儿女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和关爱，并认为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，只要教育好了，都是自己的皮夹克和小棉袄，等到老了，他们一定用尽心反哺父母，所以儿子和女儿没什么区别。还有一部分父母觉得儿子远比女儿重要，毕竟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媳妇了，就算再孝顺，还隔着公婆，能支持父母的不多，所以老了之后能依靠的只有儿子。为此不惜偏心，把有限的爱和家底都搭在儿子身上，有什么都是先紧着儿子，然后才轮到女儿。71岁的鲁阿姨直言，原本认为儿子和女儿大差不差，没想到经历了一些事才彻底看透，人到老年，儿子和女儿真的不一样。自述人鲁阿姨，我今年71岁，和大2岁的老伴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因为不识几个大字，养家只能靠干农活和打零工。我们生了1儿1女，按老一辈的话讲，儿女双全算是福报，为此我和老伴十分疼爱这2个孩子。别看我们2口子没什么能耐，却深知要想有出息，非得把书读好不可，所以比起村里的其他同龄孩子，玩玩闹闹或者给父母干活打个下手，我家孩子的时间大多都用在学习上。供2个孩子读书识字，对于当时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，压力着实不小，不说砸锅卖铁，但也捉襟见肘。所幸在清贫的生活中，孩子们都很争气，读完大学先后有了不错的工作，我和老伴也算松了一口气。儿子参加工作后的第2年就谈了个女朋友，没过多久就谈起了婚事。那时候他事业才刚刚起步，没什么积蓄，于是求到我和老伴的头上，话里话外根本不留余地，说如果因为家里出不起钱，让他讨不到媳妇的话，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们，也别指望他给我们养老。话虽然不中听，可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，而且村里村外都知道我家2孩子都是高材生，总不能眼看着他娶不起媳妇，让人家笑话。于是我和老伴东拼西凑，总算把彩礼和婚礼应付过去了。儿子虽然满意了，却苦了我和老伴，不但家底空了，还欠下些许的饥荒，只能又出去找活干。可儿子窟窿的还没堵上，又接到了女儿的来电，说有结婚的打算。我和老伴当真是又急又怕，急的是前后还不到1年，我们气还没喘匀，花钱的地方又来了，怕的是家里真的拿不出什么钱。别看女儿在临时工作，只有周末才回来，但家里的这点情况心里是有数的。她宽慰我们，爸妈，结婚的事你们不用惦记，都和男方谈好了，而且我自己存了些钱，够用。孩子懂事，做父母的自然高兴，但说归说，我和老伴却不能没有准备，万一有用钱的地方，
多少能支持一下。然而从筹备到婚礼结束，1分钱都没让我们出，意外的同时心里又过意不去，毕竟儿子的婚事可是举全家之力的。虽然闺女没怪我们，可不能让孩子寒了心，于是我和老伴决定，只要把欠的外债还完就好好补偿女儿。为了多挣钱，我和老伴卯足了劲，接了好几份工，大概2年多的光景，我们不仅还完了债，还存下了5万块钱。我和老伴决定1分不留，全都补偿给女儿。可女儿和女婿执意不收，说老两口存点钱不容易，让我们留着养老或是出去散散心，还嘱咐我们悠着点，别把自己累垮了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们就没再坚持，继续过着打工存钱的日子。对于晚年，不奢望能享多大福，只要吃饱穿暖，有个小灾小病的不求人就行。不过随着孙子的出生，一切又变了样。儿子说工作忙，让我搬过去帮忙带孩子。按说含饴弄孙是祖辈的幸福，可是到了我这，却愁得不行。儿媳一直都没上班，在家还不带孩子，又懒又邋遢。每天不是窝在沙发上看手机，就是躲在房间睡大觉，家务从来不伸手，连卧室都要我给她收拾。我不但要带孙子，还要照顾2个大人。老伴得知后没少替我不平，这哪是来带娃的，分明是给他们家当保姆的。我心说当保姆还有钱挣，我这是倒搭钱还不落好。儿子3天2头就捣鼓工作难干，养家不易，让我们多帮衬。今天找我要800，明天又要1000的，可问题是我哪来那么多钱帮衬呢？我和老伴都是好说话的人，大半辈子几乎没和人红过脸，可面对儿媳着实犯了难。不夸张地说，如果儿子是要钱，那他除了要钱还要命。整天说给我们家生娃带娃多么辛苦，腰酸背疼的没人管一下。他的同学和朋友嫁出去都是享福的，自己连每天3顿饭都不合胃口，要啥没啥，太苦命了。反正不是怪我没教育好儿子，就是嫌日子过得清贫，句句往心窝子上扎。本来我是不愿意和儿媳发生口角的，可她天天这样，饶是脾气再好的人都受不了了。于是我们婆媳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，发展到在饭桌上都能杠起来，连看我的眼光都变得不友善了，真是出力不讨好。直到有一次我彻底急眼了，那天我刚拖完地，正在拧拖布的时候，儿媳从卧室出去拿零食，可能地面还没干透，一个不小心差点滑倒，这下可不得了，指着我就开骂，说我又老又笨，啥都做不好。我解释了半天都听不进去，还越说越来劲。我不想让儿子为难，就不再搭茬。等儿子下班回来，他又说我故意坑他，就是看他不顺眼。儿子不但不理解，还受了儿媳的挑拨，对着我一通埋怨。看着不辨是非的儿子和得意洋洋的儿媳，我再也气不过了。从小到大没让你受过一丁点委屈，供你上学，帮你结婚，现在为了给你带孩子，我和你爸要钱给钱，要力出力，你就这么对你亲娘？说完，我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直接解下围裙，收拾好东西就回家了，并下定决心再也不掺和儿孙的事了。隔了大半年，女儿带外孙女回家的时候，说婆婆不小心扭伤了脚，想请我过去照顾一阵孩子。本来我是有顾虑的，毕竟儿子家的事就发生在眼前，可一想到女儿家的情况和对她的亏欠，原本到嘴边的拒绝就变成了答应。妈，你和爸一起来呗，反正家里够住，省得你俩分开还相互惦记，有机会还能带你们散散心。你们别有负担，平时用什么我们会往家里买，每个月给你俩3000，保证好吃好喝不受气。到了女儿家，我的工作依旧是买菜做饭收拾屋子。
可心情却大不一样了。除了应有的尊重，每到周末，女儿女婿就会抢着做家务，让我歇着，还经常带着我和老伴逛公园下馆子。赶上小长假的时候，还会开车带我们去近郊玩玩，一家人说说笑笑，小日子过得别提多开心了。更让我和老伴觉得舒畅的是，女儿女婿从来不像儿子儿媳那样算计我们这点钱，反而处处不许我们花钱。除了每个月说好的3000块，他俩平时没少给我们拿钱，让我和老伴相中什么就买。有段时间女儿送我们回家，邻居们都觉得我变样了，穿衣打扮啥的险些看不出来是我。像我们这个岁数，亲戚朋友在一起，除了聊生活，就是聊儿女。说到儿子，我挺无语的，可说起女儿，就没有不羡慕的。一晃在女儿家住了好几年，表面上是我们帮她带孩子，实际上更多的是享福。毕竟洗洗涮涮这一类家务活，就算只有我和老伴2个人也要做，眼界和心情好了，干啥都有劲头。我和老伴已经商量好了，只要女儿不嫌弃，就暂时在她家住着，等到走不动了，就往养老院一住，不给孩子添麻烦。至于儿子，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占理，还认为我和老伴偏心女儿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心里更清楚，人到晚年，儿子和女儿是不一样的。有的父母嘴上不承认，但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们心里就是倾向儿子的。虽然对待女儿没有不喜欢，但会在细节上难免有所忽视。其实，儿子和女儿成家后孝不孝顺，更多取决于家庭的情况和父母的教育。作为子女，不要质疑父母的爱，不要给自己的啃老和不孝找这样那样的借口。我们将来会疼爱自己的孩子，所以从现在开始也该体贴自己的父母。作为父母，无论家境几何，穷养富养，我们都要一碗水端平。说不好你现在百般宠爱的孩子，在你老的时候袖手旁观，而那个当初你不看好的孩子，退休金2800，被老伴提出约养老，5年后看到他卡里的数字，我惊呆了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粗布衣，家常饭，知冷知热结发妻。老年夫妻间需彼此体谅、理解、包容，携手走完人生路。有些老人在退休后发现自己的退休金高，认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养老，不仅跟几十年相伴的枕边人提出约养老，还想着拥有老来俏的美好生活。我是孙佳柔，今年62岁，退休7年，每月2800退休金。独生女早已成家有娃，亲家夫妻帮忙带娃，我也只是偶尔会去看望。老伴今年67岁，也退休7年，每月有6800退休金。按说我们2个人的收入不少，可以把退休生活过得丰富多彩，日子过得很好。不知老伴是咋想的，退休后跟我提出约养老，做同一屋檐下的室友。我也曾懊恼过，想着老伴只是一时少年心，谁知一晃5年过去了。老伴却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，拉着我的手，把退休金卡放到我的手里，转身落泪了。我和老伴是上班后自己搞的对象，当时我还觉得他比我大5岁太多了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被老伴的真诚打动，恋爱1年多，赶上单位福利分房。我们领证结婚，既没要彩礼，也没有3金，更没有热闹隆重的婚礼。老伴说我们要自力更生，白手起家，创建我们幸福快乐的美好家园。生下女儿时，老伴乐得跟花一样，对我说，你想吃啥咱就吃啥。当年我们只能要一个孩子，老伴认为生女儿就不必为买房结婚攒钱了。幸福快乐的一家3口，周末老伴骑自行车带着我和女儿去市里公园玩。女儿寒暑假，
老伴也是带着我们一起到外面旅游，享受诗与远方的风景美食。一晃10多年过去，女儿一路读书，研究生毕业，留在外地工作，成家。我和老伴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努力打拼，他曾2次外出进修，我独自在家工作带娃。随着社会发展，科技进步，我们的收入也是节节攀升，有了积蓄。在房价还未涨时，我们在市里贷款买了1楼带院的房子，作为我们未来的养老房。先是让公婆居住养老，等我和老伴一起退休后，我们居住也到市里生活。最初的半年，老伴对我还算是恩情无限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突然提出要夜生活。我以为他到市里有了心上人，需要花钱的地方多，可观察一段时间没有发现。后来我认为是老伴的更年期而已，也许到了这个岁数，他内心的改变有些莫名其妙。都说女人更年期不可理喻，其实男人也是有更年期的，只是大家忽略了而已。我和老伴开启夜养老，偶尔我做了美食，老伴也会嘴馋，我也不跟他计较。有时我买了好吃的，也会故意端到茶几上，让看电视的他吃点。人老了，有时就跟孩子一样的心性，总想着找点事，折腾点动静，才会安心。老伴自认为退休金高，可以过得潇洒自在，没有开车出去享受生活。他出去了半年，偶尔给我发个视频报平安，我也顺嘴嘱咐他保重身体。身边姐妹说我心大，不怕老伴带着所谓的红颜知己潇洒余生，不再回来了。我却认为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生活，但还不至于走到那种境地，毕竟谁都想要脸。一晃我们夜养老过了5年，去年老伴一场疾病住院，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。我知道他这是在祈求我能护理他，而我也想趁着他这次生病，让他看清现实。给老伴在医院请了护工，隔几天我去医院友情看望一趟，坐在他床前安慰几句，表达我的心意后，我转身回家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老伴的电话、信息我都假装没看见。1周后，老伴实在沉不住，我再次去医院看望他，居然跟我提出要求。老伴说想喝我熬的小米粥，想吃我做的小咸菜，更想每天都能看到我。我知道自己这个欲擒故纵的小把戏成功了，让你跟我提出夜养老。其实人老了，最在乎的是情感的相伴，有人从内心真正在乎自己的那种感觉。我偶尔去医院晃一圈，不过是给老伴看的，让他看着同病是其他人，有老伴陪护的幸福。老伴出院后，我依然是请钟点工回来帮忙做饭，收拾家务卫生，而我只负责陪伴他。当然，这些费用需要老伴提前支付给我，否则我也没钱去请人干活。在家调养阶段，阳光好的天气，我把老伴收拾利索，用轮椅推他出去晒太阳。天气不好，我也会陪他在家看电视剧，给他泡功夫茶，做些他想吃的饭菜。3个月后，老伴身体恢复差不多了，他让我把钟点工辞了，以后我们好好的在一起。那天，老伴给我列出清单，让我去超市采购，我们要做一顿大餐庆贺。虽然只有2个人，但我还是做了6个菜，还开了1瓶红酒，他真的是动感情了。拉着我的手，眼里闪着泪花，有点哽咽，从兜里掏出银行卡放到我的手心里。他说自己是迷失的人，终于找到组织了，以后还需我管他。我心里明白，老伴这几年的夜养老生活根本没花多少钱，只是当时迷茫而已。安顿好老伴，收拾好家里。我拿着老伴的银行卡去取款机上查看余额，不看不知道，
一看也把我惊呆了。这个老家伙5年的时间，居然存下30万存款。原来他也是个抠门老头，是怕我退休后乱花钱，还是他也曾有过少年心？人老了，若因退休金多少而选择养老，伤害的是彼此几十年的夫妻恩情。能够及时回头，再度牵手共度余生，也是彼此间的缘分。现实生活里有太多的怨偶，在退休后把日子过反了，本该携手，却选择了分手。养老看似公平，不过是自私而已，夫妻情分没了，剩下也只是陌路。我家老伴迷途知返，真心不错，但生活里大多数都是死要。当您沉浸在这些故事中，愿他们激发您的思考，也能传递温暖给他人，不求回报。感恩您一路相伴，期待您的点赞与分享。有不到之处，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。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。愿我们一同积累福报，走向更加健康、更幸福的生活之路。